到新闻大白话，带您讨论更多的国际议题。现在要讨论的是，这川习会到底真的川普能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带你看到的是，川习会现在中国真的有点头答应吗？白宫宣布川习会30号登场，但是奇怪的是，对岸的大陆没有证实有中美峰会哦。白宫说30号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但是大陆的外交部说，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会晤保持密切的沟通。这个态度很奇怪，是还没有点头答应吗？那么现在是贸易战还是休战？美国总统川普孤注一掷展开亚洲行，那么川习会到底会有好的结果还是不好的结果？大家都说不准。Politico 的报道，川普24号要启程展开他第2任期以来最具风险的外交之行，跟过去精心安排的出访是不一样的哦。这个亚洲行充满变数，川习会双方可能会化解新一轮的美中贸易战，但是如果结果不明朗，是否会会晤，现在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前白宫国安会的中国事务部主任韦德宁就说了，双方有望在关税跟稀土的出口各自让步，展现一个怎么样战术性的缓和姿态。只是川习会是不是真的在即？中国商务部部长就说了，中美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王文涛就说了，前4轮的这个磋商已经证明了，只要美中双方在尊重跟平等的协商基础之下，是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不过现在中美双方是不是也都在互探对方的资源底牌呢？美国宣布重启阿拉斯加油气的开发计划，他们的内政部宣布了这样的开发能源计划，包括了是开放该州的国家北极野生生物保护区的沿海平原，允许在那边开采石油跟天然气。而外交政策就说了，继稀土紧锁美喉，现在北京有3大要因可能会失算了。他说，如果这一次呢，川普的稀土议题处理得当，习近平或许就会发现自己失算。中国复杂的新规则比之前限制更难执行，意味着北京可能是挑战全世界，为川普政府提供了建立国际联盟的机会哦。但是美国重金难救稀土的困境，业界就警告了，砸钱的速度可能还不够快。各国的稀土储量，我们带你看到，中国就是美国的23倍这么多。你可以看到的，中国的稀土真的很多，估算大概是4400万吨。这是第2大储量国巴西的2倍，美国以190万吨稀土存量也只排第7而已。其中《金融时报》就展现了中国的主导地位，美欧在这个领域上的空白，锂啊、铜啊、钴啊，那么这些稀有的矿产在中国的开发跟提炼，这些矿产用于各种用途，像是我们最熟悉的生产手机、电池，甚至就连飞弹都需要它。那么现在中国新发现矿产大增，锂矿占全球拉到了20%。这么多了，那么你可以看到中石化探勘四川盆地新发现亿吨级的页岩油的储证地，哇，这是他们新发现，所以现在他们的矿产资源又多了更多一项。而有人就说，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不是还没有把王牌给打出来呢？美国媒体说，中国贸易谈判王牌不止稀土，他们还掌握了什么药物的供应链。那么人民币在海外的贷款激增，中国现在加紧推进去美元化的进程，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中国正利用其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的地位，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为海外借款人提供了放弃美元而从国内经济低迷的利率中取得一个获益的机会。在世界2大经济体陷入僵局之际呢，他们现在削弱了美国的金融优势。现在人民币国际化是不是稳了呢？大家都在打一个问号。但是全球交易量已经跃升到8.5%这么多了。国际的清算银行调查显示，人民币在全球的交易量已经从每日的8170亿美元，在全球的汇市交易比中占了8.5%。作为全球交易量排名第5的货币，跟位居第4的英镑之间快速在缩小它的差距，所以是有可能翻转的。我们先来问问韩斌哥，你怎么看川习会真的会登场？川普真的见得到习近平吗？其实目前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见到应该是有机会，因为第一个就川普来讲，他急需要见到习近平，因为他有非要去解决的稀土问题跟大豆问题这些相关的东西，他非常渴望见到习近平，但他自己显然也不是非常有把握，所以前2天你会说，我可能就不去了。对，但突然又说他还是要去，对，就是一直在反反复复。为什么呢？因为中方的态度非常隐晦，也就是到现在，
中方完全没有证实说双方会见面，只剩5天了，今天已经25号，他30号原定的日期是30号嘛，所以到底会不会见面，当然很难说。可是我认为，川普会全力想要去促成这件事情。那请大家注意哦，如果他要全力促成这件事情，中方显然又显示一个他并没有很积极的一个态度的话，那代表什么？那代表是不是美方要做出更多的让步，中方才会愿意达成这样的一个会面？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那恐怕这一个谈判，中方可能要占一点优势哦，因为不然的话，中方可能会不愿意做这个见面。那当然，如果双方谈判见面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那就是双方各自都要有所让步。那川普会让到哪里去呢？他能够让的底线是什么？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很简单嘛，你就是你之前对我的不合理的关税你要调降嘛。对。那还有在台湾问题上，你要给我一个承诺，至少有一个保证嘛。然后他要有这些他认为至关重要的东西获得美国满意的答复之后，他才有可能愿意把稀土重新开放。对他来讲是这样。那对美国来讲，他当然能够他付出的东西越少越好。所以我一直在说，恐怕台湾对他来讲是最好卖的东西，因为把台湾卖掉，对川普来讲他1毛钱都不用花，对他来讲是最划而来的东西。反正在川普的眼中，台湾就是台积电而已。那他只要把台积电这些东西陆续能够确保他一定会到美国来，确保美国能够掌握这些东西，那剩下台湾对川普来讲有价值的地方就不多了。那在这种状况下，台湾显然是他很好运用的一个筹码。那可是稀土这个东西，因为是关系到全世界的产业，最近欧盟现在也在跳脚，因为他们也没有稀土啊，那没有稀土怎么办呢？所以当然这个你说外交政策提出来的说，中国大陆如果运用过当的话，是可能会让美国跟他本来已经很脆弱的盟友重新结盟来对付中国大陆。这个情况是有可能会发生，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没有这么笨，也就是我相信中国大陆对欧洲跟对美国的态度是不太一样，所以你看稀土的问题一出来之后，欧洲立刻派代表去跟中国大陆谈，中国大陆也积极的在跟他们联系，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恐怕不像外交政策所想象中的这么愚蠢。好，那我们继续请教杨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呢？现在中美之间的竞争对抗进入到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美国这边持续的在采取叫做战略脱钩。战略的意思就是在关键跟战略产业层面，他希望跟中国大陆要去脱钩。你看所有的这个科技制裁，甚至最近到这个安氏半导体都是如此。那中国大陆说你要跟我战略脱钩，那我就跟你真战略脱钩，那就是拿了稀土。那中美之间已经进入到经济冷战，这个不会因为川习会的举办而有所改变方向，但是呢，它可能会设一个护栏，至少元首外交可以避免双方走到极端，但是大家也不要为这个川习会设立太高的标准跟期待。我个人觉得它能不能举行，现在大概有70%的机会，那但是另外有30%的不确定性，就是在现在贝森特和何立峰正在马来西亚进行第5次的中美高层会谈，他们能不能够谈出一些东西？美国这边要中国大陆的稀土的开放，要大陆买大豆，但稀土基本上这个政策已经定下来了。中国大陆在全球的开采上面占了70%，在精炼的层面占了85%。如果是讲重稀土的话，占了99.8%。那如果在产品的层面呢，几乎占了90%。在任何的这个你去开采稀的矿产呢，或者是矿山呢，5年之内不可能去满足现在西方的需求，而且它需求越来越高。那倒过来，中国大陆要美国什么东西呢？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国大陆现在是，我觉得基本上是以逸待劳，稳坐泰山。你对中国的科技制裁或者是关税，其实已经到达到你美国，而且中国经过这8年来，其实已经大概做了主要的技术的突破。你看他这次15.5里面讲的内容都是如此，因此川普才急于想要见面，因为他要解决这个燃眉之急，不管是稀土、大豆，还是接下来他内部的经济因为他如果没有办法去解决稀土跟这些问题的话，那他所要的日本、韩国跟欧盟的投资就进不来，
因为关键的制造业就进不来，因为你关键的制造的这些元素就稀土根本就没有办法这个实现，因此川普比较急的时候，他就要拿出新的筹码，那就是什么可能的台湾议题。对北京而言呢，他只对美国只要求2个东西：你反对台独，你停止军售，你当然要禁止再干涉内政，但是除此之外，北京也不会拿台湾议题去跟美国做什么真正的交易。所以你觉得川普会不会讲出反对台独？他会不会承诺停止军售？我现在觉得前者反对台独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但是军售的问题牵扯到他自己军工产业的利益，所以你才会看到像《时代》杂志，像很多讯息就不断的这个出来，还有兰德公司都跟政府关系密切，跟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都开始在释放这个消息。难道这个判断我们这边看不懂吗？就中美之间的这个竞争态势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之下，台湾怎么样避免成为所谓的这个牺牲者，这真的是一个关键的考验。好，那么持续这个川习会的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聂老师，你又是怎么样的看法呢？川习会还没开始，这个所谓的 FF 峰会呢，在30号开始之前呢，就这么多的社会的这个猜想。但是我们现在再回来想一下，川普 1.0 版的时候，其实就有13轮的贸易谈判跟中国。那个时候呢，当中国几乎是被压着打，当中国最后呢开始呢觉醒应战，也在川习 2.0 版的时候，在丢关税之前就丢出了4个重要的字，叫做奉陪到底。而且他奉陪到底之前还讲了，不管你美国想打仗，打各种形式的战争，贸易战什么战，我们奉陪到底。而且我发现这个一路走来呢，他不但奉陪到底，有招学招啊，而且以牙还牙 ，like for like， 哦，真厉害。我先讲一下，从5月10号瑞士日内瓦到当第4次这个马德里9月14号，如果你有稍微关注，你会发现谈的东西当然有属于民生议题，那个比较没有属于国土安全，或者有一些国土安全就跟民生有关的东西啊，这个包括像大豆等等议题，都谈过，但只是那个僵持不下，那个还不是最重要。他们最重要的终极战争嘛，就是2个东西跟国土安全绝对有关的。那这是什么东西？大家应该也猜到了，一个就是在 1.0 版压着对方打的叫什么晶片。因为我们都知道晶片呢，其实大陆在什么成熟制程，世界也是微软最大最多的，但为什么压制得了它？因为最高端的，所以先进制程中国拿不到嘛，所以它完全封锁你，不管华为、中兴或者所有跟这个他们高科技，也就是先进制程奈米所有的这个供应链都把你封锁。中国当然被压得很惨，但中国发现它的稀土那不可较量，那真的不得了。那稀土可能它的致命对美国致命就更大，这就是为什么川普不断开始要低头的主要的原因。所以他们也提了，那你要可以谈可以，你要释出善意。他的大概这个中国商务部是这样讲，说要互相尊重、平等协商。你不能只想你各有所趋嘛？不是你要的东西一定要我给你，我想要的你死都不给我，这怎么叫商人呢？当然，川普就是这样子，他就是一个很会谈判艺术，在1987年写了这个《谈判艺术》这本书的人。他呢还觉得有别的筹码，他有一个国际所有的小弟都会听他的，觉得民主联盟的筹码，还有在你对岸最前面的台湾，就是我比肩可以夺你的筹码，他的筹码在这些地方，所以他就是不让步，所以他并没有互相尊重啊。所以中国就说，你还是要谈，你如果不释出善意，那就不要谈，我们也不会直接说不谈，就你自己说你要谈就好了，好不好？那我现在要讲一个重要的，就是稀土重要到什么程度？我是这样讲啊，它有3级，叫储量、产量，还有精致冶炼。储量中国4400万吨，全球是1.21万吨，它占37%。这个量比在全球1/3已经到别的国没有办法去挖出来，巴西也不会全部给你。美国只有180了，不管180、190，他一开始上任就全世界去搜寻，叫他的智囊团去看到底哪里有稀土。所以格陵兰有150万吨，他也要，乌克兰也有，他都要，再怎么要都输，但不重要，储量不重要，产量美国已经尽量产了，大概180万，每年产45000吨哦，产多了就没了。中国27万吨，6倍都不重要，最重要是精致冶炼部分，全球的90%技术在徐光建跟他太太高晓霞做出来的那个10年的。这种检验技术，那个不是你能想象的，而且里面最重要就是稀土的元素、稀土的合金，它的17种材料啊，所以为什么它会甚至7种，又在9种，这有原因的。这个我就把它类比哈，我先讲储量就类比是晶片的基础建设，
基础设备的建设。第二个呢，产量就像人才一样，但最重要的这个经济演练就是技术。这个中国技术已经到达，我跟你讲，我可以封锁到你所谓高端的部分，也就是你将来的军用、航太最重要的。你刚刚讲到，所有在弹射或者那个泳池铁，你知道吗？对你的导弹的定位、马达的这个猛力，你都没有办法在军舰你的这个飞弹，你到时候没有稀土你都做不出来。你一个 F-35的这个飞机身就要408、09的这个稀土的这个公斤的这个稀土，请问？当美国如果中国如果锁定你的所谓高端的稀土的这些设备，美国怎么玩？所以我觉得中国有这个底气之后，他在谈判的时候就拿翘了，也就是你不拿出善意，我就不跟你谈。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这一节我们带您谈谈美国政府现在所面临到的问题。其实美国自己的问题也有蛮多的，像是我们这里看到的是2任里面已经累积57天了，美国总统川普刷新美国政府关门最久的记录。那么参议党的民主党的领袖就讲到了，川普没有就预算跟支出的议题跟民主党的高层来协商，根本就不应该到亚洲出访。川普也回应了，在政府重新开门之前，他绝对是不会跟民主党领袖来会面，看来态度是踩得蛮硬的。那么美国政府现在停摆了，超过50万名的联邦雇员都没有办法领工资了。随着停摆已经进入第24天了，超过50万名的联邦雇员本周都没有办法如期领全额的薪水，加上参议院目前休会停摆，至少要到下周一。那美国国防部就说了，他们现在也接受了一笔1.3亿美元的私人捐款，将在政府关门的期间支付130多万的官兵薪资。那么五角大厦接受这笔捐款，是不是也有违反了联邦法律的危险呢？那么现在美国政府持续关门，数千万人已经面临到粮荒危机，申请失业补助的人数已经创下4年来的新高。美国政府停摆也影响到经济数据的发布，联准会可能是无米下炊了。CNN 就报道了，美国他们联邦政府呢，他们正面临空前的战役，即使在劳动力市场疲软跟通膨的状况不断的高升的情况之下，引导了经济转型。美国政府停摆切断了联准会获取这些数据的管道。那么欧洲信评机构呢，现在也宣布把美国债信评等调降1级，就比最高评级还低了3个级距。你可以看到这影响到底有多大。而我们带你看到是现在美国总统川普似乎也不在乎，还是做他自己。前策略师就将川普讲了一下他说他觉得他可能还会再多做1届，因为总统的内部圈子已经在制定计划了。班农说了，即在2028年之后，他还打算继续做总统，因为已经有圈子的人士在规划打破宪法对所谓的连任限制。那么现在川普呢，还是我行我素，拆白宫东翼修建宴会厅。现在卫星的照片也曝光了，民调显示超过1半的人不支持，但是他有在理吗？没有在理啊。参议院民众党主席呢的领袖就直接讲了，对美国人民没有好处啊，他们只会满足川普跟他的虚荣心。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在新闻发布会上，川普还是做他自己，他还笑人家的口音怎么这么不标准。我们先带你来看看这段画面。Yesterday, there was a vote at the Knesset in Israel on annexing the West Bank. Do you see it as a challenge to your peace efforts? Will you answer that, please? Because I cannot understand the words you're saying.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You're from France. Beautiful accent, but we ca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saying. 人家很认真在问问题，然后川普说：“哎，你哪里来的？法国来的哦。OK， 你的口音很好，但是我听不懂。”这样子的调侃的方式也让很多人觉得，你一个总统这样讲话对吗？那么现在呢，他也不管了，就连之前《时代》杂志不是放他这一张头发很丑的照片吗？头发就是他的第2生命，所以他痛骂《时代》杂志他的照片把他放那么丑，结果《时代》杂志现在真的找了摄影师重拍，帮他换上这张霸气十足的照片。他们觉得呢，川普这下应该会满意了吧？好，那么现在川普的政策，美国民众都在哭，因为他的关税政策影响到什么？影响到紧接而来，下个礼拜就要
到的万圣节，小朋友大家都要 trick or treat， 那么现在光是服装就涨了2成。那么因为这些配件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或墨西哥进口，但是现在你加征关税之后，他们当然也要跟着涨价了。2025年都还没结束，已经付了超过60万美元的关税费用，甚至有人说今年5月就裁员了15个人，占了员工总数的25%。那么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包括了蚊子啊、苍蝇的疫情，还有呢，美牛的风暴，甚至川普打算打开这个进口大门也被炮轰。美国牛肉现在价格很高，居高不下。为了要平抑物价，他就说，不然我们就找南美洲的来好了，引发了奥克拉荷马与蒙大拿等红州的畜牧业者强力反弹，痛批总统，你这根本是干预市场，重创本土产业，你要照顾我们才对啊。川习会的话题现在也少不了大豆这个重要的议题，川普真的能够拯救美国的豆农吗？但是专家似乎好像都觉得回不去了。现在川习会有没有谱都还不知道，有没有渴望救救美国的大豆的农民？现在大家也都很在看。我们先来问一下韩斌哥，你怎么看这个美国政府现在问题一堆？川普很明显的在跟民主党玩 chicken game， 就是反正我不怕啊，就是政府停摆就停摆，没关系啊，大家看谁撑不下去嘛。那所以现在就双方就僵持在那边。我个人是认为有机会会突破他第一任。对啊，他第一任35天嘛，对不对？我觉得是有机会突破的，所以川普就是要逼你民主党低头嘛，那就看民主党能够撑到什么时候，那大家就耗下去嘛。那当然政府停摆的话，很多人就领不到薪水了。那你说国防部接受私人捐款，我觉得这个在制度上好像是有问题的吧，对不对？政府拿来发薪水，对，政府机关可以去接受私人捐款，而且说拿来发薪水，我也觉得很好笑，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发给130多万美金薪水，大家自己去算，1亿3000万美金发给130万人，每一个人才100块不到，你发这个薪水有什么意义吗？所以我觉得蛮奇怪的，这真的是拿来发薪水吗？我个人是觉得恐怕不太可能哦。对，然后现在大家如果持续这样撑下去的话，到底对谁不利？因为对川普来说，我刚好趁这个机会把所有我不喜欢的机构、不喜欢的人，我全部把你弄掉。那对民主党呢？民主党你这样一直撑下去，对你的好处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民主党要去思考的东西。你这样的对抗下去，你到底希望达成什么样一个结果？那至于说川普是不是可能多做一任？川普我是认为他是有心想要再多做一任，他是有这种想法。但是现在在美国对他抗议的人已经这么多了。几千万人在街头上抗议，那如果他还持续想要再做一任，我想这个抗议的风潮会更大，而且又不是他想做就可以做，你还要选得上啊，对不对？你如果民意不支持你的话，你想做有什么用？是不是现在需要修宪啊？当然要修宪啊，对啊，当然要修宪啊。这个修法，这牵涉知识体大，我觉得这不是那么容易过关的。而且过关，你就算硬干把它修宪，借着你在国会多数修宪，会不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造成明年期中选举你直接砸会不会造成这个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川普有很多事情要去考虑，而不是他想干嘛就可以干嘛。那杨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呢？川普前一阵子被人家称赞说你是美国第3大的好总统，这川普听得很不高兴，他才第3，我是第1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常在讲人家是不是一个好总统的时候，排名第1一定是华盛顿，排名第2一定是林肯，一个是美国的建国，第2个是美国的内战，维持美国的统一。所以称赞一个美国总统是排名第3呢，基本上就认为他是做的最好的。就他听不懂，他说我觉得我是最好的，因为我结束了8场战争，他就大概是在意他没有拿到诺贝尔和平奖。接下来他这句话呢，让大家担心，可能接下来我还会第9场战争出现。第9场是什么？是不是委内瑞拉？我们就不知道了哈。各位，最近这2天嘛，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公布 CPI 的53.6，其实是低于预期，也就是美国的物价其实现在开始不断的在高涨。Amazon 最近超过上千种的产品，一般的民生产品不断的在涨价，从29%至少涨到51%。然后呢，你就看到越来越困难的是什么呢？美国现在以去年为例的话，它整个政府的支出6.8兆美元，那这里面还国债就要
的利息就还掉大概1兆到1.2兆，因为美国现在有38兆的国债，它的利息每年就要从这个政府支出里面扣掉14%到18%，然后有1兆要用在军事预算，剩下的1.2兆用在就是社会福利。那他现在在砍社会福利，因为他那个大而美法案把支出都用在石化产业的补助，就砍什么呢？砍食物券。美国现在让你不讲不知道，你讲的会吓一跳。美国3.4亿的人口里面有12%到14%是每天要领美国的食物券，食物券就 Medicaid， 也就是 SNAP 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就是你可以去领这个，它叫营养券靠这个为生，就换食物换蔬菜的。然后呢，大概有4200万人，那现在这些要被砍掉，所以变成他自己内部贫富差距当然非常严重。我们在台湾你已经觉得贫富差距很严重，对不对？那你没有办法想象美国的贫富差距，有钱人包机出去旅游，没钱的人要领食物券还要被砍。所以呢，我是觉得现在美国的经济开始面临到更严重的问题。那大豆都中国不买了，18万户的大豆农不知道现在怎么办。所以呢，为什么川普这么急于想要去跟习近平见面？因为他赶快要解决他的燃眉之急。可是呢，他能够达成他的目标吗？我们大家都来看。那我们想问一下聂老师，你的看法呢？好，首先我对不起，横平的来讲一下美国所谓的任内这么长的这个关门记录，这个政府下档，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点的。坦白说，因为我们看到太多次的政府下档。没错，因为这个美国政府现在但是累计57天，很多人都觉得好多，对，蛮长的。对，但是我觉得川普，我觉得他比较严重的是他现在面临到内忧外患。我们今天知道他的外患叫有盼他的外面有很多的他自己认为的民主联盟，实际上因为关税对他们的经济冲击都不爽。第二个呢，你也很清楚他的霸权，因为就是霸权霸道实行了他的霸凌行为，让大家也都不爽，但他们不得不支持因为他有军事霸权，有美元霸权，这个真的是长臂管辖全世界。这个我在延伸，等一下讲他债务的问题，跟他为什么有这个债务这么高到38兆，债台高筑还能够继续生活的这么好的原因。第二个呢，民反大家也知道，之前有移民在反，对不对？但他移民刚没办法反抗他。第二个，农民在反，现在你也知道大豆问题、洪流问题。第三，网民前一阵子也反得很严重，攻击他，把他封锁，有没有？他很 fans。第三个，更重要的是，第四个更重要，我们曾经在美国生活这么久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季节，万圣节、圣诞节，我以前在美国就卖了 Christmas tree Christmas light。我在刚去美国就做生意，散装会过去，你知道美国人看到这些东西是很兴奋，而且非常高兴，每一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他们的张灯结彩就是圣诞树、圣诞灯这些东西。他们现在很惨，就是因为关税问题，所以东西都会贵，这非常清楚，我也不用多说了。好，我现在要讲到刚刚就是说各国呢被霸凌之后还不得不支持，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美国的霸权存在，最大一个霸权叫美元。美元呢，在1944年，大家知道 Bretton Woods 森林协议以后定了黄金美元本位制，一样是黄金$35，延伸到了1981年8月15号，虽然尼克森总统宣布放弃，但1973年2月23号真正放弃了。放弃之后呢，他又去锁定了石油，美元石油。我跟你讲，美元石油本就一直很厉害，告诉全世界，你还是唯一用这个所谓的美元清算，因此 US dollar 和 Germany 美元霸权，它没有办法被打破，所以它现在发债发到这么高也没有问题。各位想想看，2009年12月到2011年，当时发现欧债危机，5个国家加上德英法8个国家加起来，有美国债务高吗？没有。我们可以看到川普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他最近又生气了，而且生气的是因为一个加拿大的广告。这个广告内容为什么会惹着川普生了非常大的气？我们看看这个广告的最新画面。Says, let's impose tariffs on foreign imports. It looks like they're doing the patriotic thing by protecting American products and jobs. And sometimes for a short while it works, but only for a short time.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re's a growing realization that the way to prosperity for all nations is rejecting protectionist legislation and promoting fair and free competition. America's jobs and growth are at stake.
这个是加拿大安大略政府他投资的一个广告哈，那广告内容主要是要剪辑这个雷根1987年4月的一个演说的片段，里面主要是表示了这个雷根对于关税的看法。这个看法呢，让这个川普是非常非常的生气，他是说这个是一个恶劣的行为，甚至呢要跟这个加拿大这个贸易谈判到此为止，甚至有一些这个处罚性的这样的一个作为。那这样的个川普发脾气之后，果然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安大略省，他就马上撤下这个反关税的广告，不到24小时哈。按照这个省长的这个表示，他是说这个广告他们因为造成了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急速恶化，所以要暂停播放这支广告。那可以看到，目前美国可以说是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只是一个小小的广告，而且还只是一个地方政府的一个广告，他就拿加拿大来这个出气哦，是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杀鸡儆猴。那对于加拿大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也逼着加拿大是不是也开始要选择一个新的合作伙伴？因为呢，加拿大在3年前才将中国称为是具有破坏性的全国力量，可是他们最新的说法，加拿大的外交部长还有说，他们现在视中国是在危险世界里面的战略伙伴哦。以前是一个毁灭世界有破坏性的力量，现在已经是战略性的伙伴。那另外呢，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他也想要敬习近平，可以看到加拿大也想要跟中国有保持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一些相关的关系。再来看看中日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他在进行第一次的演说的里面，就施政演说里面，把中国称为是一个重要的邻国这个是不是对于中国要表示一个示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不过呢，在北京方面却是说，你们日本必须要反省你们的侵略的历史，而另一方面呢，高市早苗也提到了有关于国防预算要占了 GDP 的2%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国防项的一些目标。那中国外交部则是作为一些回应，是说日方要深刻反省侵略的历史，要坚持走和平的道路，在军事安全领域必须要谨言慎行。而另一方面，包括中国、俄罗斯跟朝鲜是不是要给高市下马威？因为在这个高市早苗就任之后呢，中国呢并没有按照惯例由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贺电，而是由这个李强来发电，而且没有公开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俄罗斯方面更具有一些侵略性在24号，他派出了2架可以携带核武的这个 TU-95的轰烈战列机，虽然没有进到中国的日本的领空，不过是沿着这个领空的边界来进行飞行挑衅的意味是非常非常的浓。那中国跟俄罗斯对于日本都没有给他们一些好脸色，日本是不是会回到要去继续对美亲善的一些立场跟态度？目前因为川普即将要访日所以传出高市早苗要送安倍的高球杆这个不知道对于这个川普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吸引力？我们再来看这次中美川习，如果要谈的话，大豆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消息突然冒出来，是说中国大陆是下单要买这个美国的大豆不过这个消息并没有获得相关的一些证实。那期货反弹就马上创了新高。同样是大豆的议题，刚刚这个张将军也特别提到，就是巴西莫名其妙在这个时候突然抬高了这个大豆的一个价格，因为这个美国大豆贸易摩擦，中美的这样的一个摩擦，然后暂时告别了中国的市场。那巴西原本应该稳稳接住这一波的红利，却开始有人坐地起价，不知道为什么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坐地起价的一个这样子的动作，然后想把大陆当成冤大头坐地起价。那大陆方面也不是省油的灯，马上2天之内就把130万吨的订单转给了这个阿根廷让巴西到手这个肥肉是瞬间凉透。我们请一下是介大使。对，其实安大略省的话是加拿大几乎是最重要一个省它就是说在东部这边安大略省，这个是工业农业最重要的一个省那西边的话就是在 Vancouver 那边了，中间的很多省基本上都荒无人烟那个地广人稀那所以安大略省其实他们对于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整个政治风向，它是比较有导引作用的。那也就变成这个省有这样子的发言，所以川普会比较反应比较强烈。是。那你要别的省，你像什么 Manitoba 这些省在中部的省的话，真的很多人还都听都没听过的。
那所以我觉得，不过就是说，我也看了，就是说，当时雷根讲这些话啊，那么也没有这么激烈。他基本上就是说，对于你这个关税对于国家造成的效果，他发表的一个看法。那为什么川普要这么激烈的反应啊？因为川普对雷根啊，怎么讲呢？这个可能是认为你们拿雷根来打我，会觉得他会很不高兴，是很痛，很痛。那也就是说，雷根是很多美国共和党的一些人的心目中的英雄啊。他觉得你们用这种渐离的手法来对付我川普啊，他觉得很不能忍受啊，所以采取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说，把现有的这个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谈判全部停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怎么讲，一个不成比例的一个报复。是。那可能的话，就是说，是不是川普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谈判的话，事实上也不如川普的预期，所以找一个借口啊，就把这个贸易啊先停下来，也作为一个施压的一种方式。可是我觉得就是说，大概川普这一次的这个搞世界革命啊，大概最让大家意外的就是川普把加拿大整成这个样子，因为以前加拿大人跟美国人常常都很自豪，就说我们跟中间这个边界哈，几乎跟没有边界一样，这两国形同一国啊，就是说兄弟关系再密切也没有这种美加之间关系的密切，可是没想到美国方面居然翻脸。那么对这个，其实美国来讲，加拿大是美国最重要的邻邦。那现在逼着加拿大几乎走投无路。事实上，前一阵子加拿大事实上国内有一种考量有一种声音就是说，我们又要加入欧盟。对，虽然我们是西方一员，可是我们这个南边这个兄弟现在有点翻脸的样子。那在经济上，在安全上，他们甚至想要跟这个大西洋另外一边的欧盟去结盟，可见这个美国川普总统这个杀伤力之重。那另外一方面，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其实加拿大这国家会跟中国大陆过去采取这么仇视的一种对中的态度，多多少少，或者说很大一部分还是配合美国。因为他们这些国家，第一个他们在国际上的认同第一个他认为他是西方的一员。可是更重要的一点，他们自认为是 Anglo-Saxon 的一员，所以你看这个五眼联盟什么，加拿大过去一直是跟随美国最密切的。可是呢，所以呢，加拿大过去跟中国大陆是非常好关系。可是美国一翻脸以后加拿大甚至青出于蓝，对中国大陆的仇视态度不亚于美国。那可见就变成就是说，加拿大还是完全追随美国的领导。那现在美国都翻了，美国对加拿大不是美国不是说对中国大陆政策的，美国对加拿大已经判若两国了啦。那所以加拿大现在，我觉得就西方人的这个外交理念的话，你就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是，所以现在到这个情况之下，你看加拿大逼到什么情况，去跟中国大陆进行关系的一个这个暖化跟化解。所以川普就美国人很多人来讲的话，真的是对美国来讲是把美国人的很多传统布局破坏的真的是程度非常非常的深了。是，我们请帅将军。你想加拿大全国的出口70%是到美国的，以前的两国传统友谊也很好，你怎么能为一个小广告，这个加拿大稍微给点颜色就会回来了嘛？对。现在以前我们就讲，他跟加拿大是连生婴儿因为没办法分割的。所有的 boundary 都是连在一起的，而且人民也旅游都是互通无来，所以很有价值的是被你逼出去的，只为了看这么一个影片。因为雷根美国老百姓很敬仰，而且雷根讲的东西不是乱讲，是有历史的事实证明，搞孤立主义的下场是这样。这是打到川普的要害，就是他所有的理论。人家讲有个报纸说，川普像个10岁小孩，10岁小孩玩什么游戏？你跟我好就不能跟他好，你跟他好就不能跟你好。他在国际上不是玩这个游戏吗？
对不对？是。他这次要川习会，他为什么先到日本、韩国？哎，故装啊，在会里面将来我是老大啊，对不对？所以啊，你看他玩的把戏很粗俗，就连我这种250都看懂啊。带的棒子不够多，又把这个软体拿来301，一看还不够，台湾也可以 can be sell 可以出价的，对不对？那你习近平你还不动心啊？所以我讲，为了他的回国的面子，你知道吧？贼啊，贼不空手，到人家家里去不带点东西出来，很丢脸。所以这个谈判，这个川普是这个心态。是，那习大大是说，我的下面人谈的怎么样？能不能你美国让点有价值的？要不然就不要谈。我连去都不去，那一大耳光扇回去，这个斗争就会很激烈。所以这个问题哈，我们看真的这个川普跟一个10岁小孩，但是很精明的一个商人。是，但是这个手法就是非常粗鲁，而且粗暴。啊，泽连斯基好歹还是你一手养的狗吧，当棋子嘛。讲这么，那不是吗？要战斧飞弹，不给。会议里面不让你坐，你要招待记者会，跑到操场去、草皮上去，连个记者招待的桌子都不颁给你。哎，白宫里面这种很多啊。第三个，你把白宫是个古迹，我们都去看过啊，在围墙外面看，跟很多建筑一样是对称的嘛，中间一栋大的2个侧翼嘛，厢房嘛，它可以把它撤掉一个。你撤一个，你学巴黎嘛，古迹外形不变，里面去装潢嘛。不，它要盖个宴会厅，那个挑高一定比左边右边那个房子要高。是，你又破坏了视觉上的美感，又破坏了古迹，又贫富不均差这么多。公务员都要领食物银行奢侈的食物，你在这里搞这个，那我给你打赌，下次你到他那个厅去看，一定跟川普大厦一样金碧辉煌。他对黄金有偏好，是，所以你看人家捐款2亿多不够啊，现在又在募款，所以啊，美国，中国要非常高兴，出了这么一个对手啊，对中国的建国大业很有帮助的。请文琪，所以为什么川普会有一个绰号叫川建国哈？其实延续刚刚将军的说法了哈，就像个10岁的小孩子。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大陆对付的对手是一个小孩子，然后是一个商人。其实我们常在讲说，中国大陆他们的布局是类似围棋，然后这个美国人是下西洋棋。其实你现在看到他的状况，就为了一个广告，我坦白讲，不只像小孩子，那用台湾话来讲，那叫做更小。登熊体，其实就看到为了这种事情，我们作为一个国家领导者，理论上应该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你看到他的发言人前阵子那个他的女发言人也出来帮他圆谎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以前韩国的一个妖姬叫张秋水，也是这样祸害了这个他们的国王。然后现在你看的这个吴王日，你看到川普做的这些事情，我坦白讲啦，真正最开心的就是我们中国大陆的习近平。所以我觉得啦，你看到现在不管是这个所谓加拿大他们改口啊，我收回来，坦白讲，国际政治就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理，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是永远的利益。所以我看到这个状况，我简单的讲，摇摆不落票度，其实确实如果以稀土啦、芬太尼等等，目前川普能拿到的大概是只剩下芬太尼，我觉得相对不重要。回过头你来看到我们的这个早市。这个高市早苗，坦白讲啦，听听就好了。我觉得高市早苗这个案例，其实要给我们赖清德一个非常好。你看到他，他现在跟维新会的合作是所谓的格外合作，他其实没有入格哦，其实是非常脆弱。不管是经济对朝鲜啊，对中国大陆、对俄罗斯，他的问题很多，他是走在钢索上。可是连我们的这个高市早苗，我说实话。他的一个国防预算，他说只到2%。我们的伟大的赖清德跟我们讲，我要3点多，我要到5%。各位，你能够想象这个状况吗？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当海水退去，到底中华民国有没有这个本事量呢？我觉得是要注意一下。再来，我们看一下大豆。大豆，我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说过了。
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来简单回溯一下科学客观的数字，在过去的1年，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大豆销售量是2248万吨，占中国大陆进口大豆的总量的21%，现在都转向了巴西、阿根廷。然后跟大家报告，简单的讲，影响了大概有30多万的大豆的农场，直接的农损在126亿到172亿之间。这为什么他们会跳脚的原因？可是你要看啊，为什么美国之前很讨厌这个巴西？结果你看巴西又坐地起价，所以我说呼吁中华民国的总统，你要学学，不管是李在明最近的态度，不管是以前的越南的阻止外交，乃至于阿根廷的总统在中美两边游走，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国家领导者的一个最重要的风范。最后我秀一下这个手板，为什么那个金莱尔？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实在太好，就赖尔校长。各位，连他都说我们的总统是一个鲁莽的总统。请问赖清德总统，你到底要把中华民国带到哪里？今天是台湾光复节。好，我们顺着将军的谈话，我们来谈谈这个白宫哈，就是目前可以看到白宫在东翼这边，9月9号还是这样的一个样貌，那现在在10月23号已经完全拆除了，因为卫星照曝光后，川普他要把这个要建所谓的宴会厅，竟然把120年历史的白宫东翼给全部拆了。9月9号拆除前是这个样貌，那10月23号已经变成这个情况了哈，这个是完全打破了他当初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承诺哈，那整个承诺就是完全可以看到是非常非常的离谱。那白宫的这边右翼被拆除了，美国民众是非常的生气哦，骂得很难听，就是说他们的总统把钱竟然都花在这些身上。那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很多人是无家可归的，竟然这个用字不好听，说是这个川普是蠢货，把钱花在这件事情上面。美国网友也很厉害，马上制作了非常多的梗图，可以看到这个白宫的新 logo 后，东翼这边已经变成了一个挖土机，然后另外刚才将军也讲了，他盖的这个一定是金碧辉煌。因为所谓的白宫都会对称嘛，那新盖的这个可能这个都还是一个示意图，网友所发想出来的，可能会非常的高，然后金碧辉煌。然后另外，如果再加上所谓南翼跟北翼之后，这个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纳粹的一个符号？这个当然就是这个美国网友的苦手的一些想象哦。那不过这件事情也有引发了一些政治上的一些联想跟所谓的阴谋论，因为白宫东翼很可能没有办法在川普他这一任的任内里面完成，那所以就有班农他就以前的这个国师就有提到，是不是有计划要再多做一任，要打破宪法对于这个连任的相关的一些限制，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联想，从白宫的改建上面。然后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川普还在乎什么？川普很在乎自己的形象，自己的照片好不好看。日前在《时代》杂志抛出来一张照片，川普说是史上最糟的一张照片，马上做了一些调整。最新的一期封面就找了另外一个设计师，这个川普应该会很满意哈。不过川普在乎的是他的面子，美国政府停摆这件事情实在还没有办法解决，很多问题都出来了。这是美国交通部长他有提到，是说这个航空管制员已经没有办法拿到全部工资，很多员工他选择不来上班，这对于航班中断很可能会加剧，甚至有一些飞安上的一些担心。另外呢，因为政府已经关门达到24天，很多的经济数字没有办法去做调查，那没有办法公布10月的通膨数字哦，所以对于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研判跟一些政策上的一些制定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参考上的一些依据。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是不是会过一个没有中国货，然后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万圣节，因为都没有中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商品。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是说今年很多美国万圣节的这个货，因为这些小东西啊，一些装饰品，它货源紧张，然后物价是普遍的上扬。不过这个白宫发言人却不是这么认为，他觉得普通美国人拥有好工作，有蓬勃的工业发展，还有一个繁荣的社区，这个不是廉价的中国进口产品可以取代的。所以可以看到美国还是相当的嘴硬。那另外我们来看这个川普对于军事上面的一些布局，现在是不是要打造所谓的这个黄金舰队？因为金卡跟金琼还不够，那川普现在跟美国海军还直接讨论要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那黄金舰队是要取代现在各型战舰的组合，然后主要还是要针对大陆的威胁，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些布局。那川普本人也参与其中，跟这些海军的官员有多次
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讨论。再来我们看到加勒比海这个烂摊子目前还是持续，甚至还出现加码。现在派出了全球最大的航母福特号打击群前往加勒比海，要准备攻击委内瑞拉境内的这个所谓古柯碱的相关的一些措施哦。不过美国的军事分析家是说，五角大厦他派遣了这个航空母舰打击群，等于是走向了一个军事的一个不归路哦，是非常的尾大不掉，非常难以加以后续的处理。那委内瑞拉的总统是说，美国他们正在捏造一个新的长期战。我们请帅将军。第一个，照理讲，委内瑞拉多年来你还是美国最好的朋友啊，对不对？对，他有毒品也不是今天，那哥伦比亚也有啊，毒枭，我们看了好多自己好莱坞拍的，对，这些毒枭在这些地方非常泛滥。那问题是治标还是治本？我觉得都不是毒的问题。他因为发现中南美洲啊，现在左派的势力越来越高。我到中南美洲去看过，他们的民族英雄叫格拉切，有一个格拉切哎，他们很崇拜。那今天你把这个委内瑞拉在那里变心，古巴也骂过他，阿根廷也在摇摆，对吧？他主要目的是杀鸡儆猴，因为他用的手段跟当年抓那个诺瑞嘎一样嘛，他先把你定罪是罪犯，第二个又祭出马杜罗的悬赏，那让人家印象里啊就是个罪犯，而且炸掉你的运毒船。好，你好像真的在运毒，然后再跟美国人讲，这些东西可以危害美国多少青少年啊？对，因为美国电视上也看到那个街上那个 homeless 的里面很多是毒贩，伤了不少人。但是你是真的为去毒吗？但是你把舰队摆那里，为什么迟迟还没下手呢？前面已经开始有4000个陆战队，因为有陆战队在那边，就是有进犯的可能。是，这样再加上福特号好像万事皆备，那问题有的网友说，哎呀，他委内瑞拉也有苏联给的反舰飞弹的。那问题就是啊，我们军事作战就是看我付什么代价，拿什么样的成果。我想这个还在评估中间，要不然以美国的实力要搞，说手就干了嘛，就跟今天中国大陆他要武统台湾，他出兵就好了。能力够的嘛？那为什么摆那么久？这里面还有蛮多玄机的，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苏联给的 K 什么341，效果怎么样？我们不知道。那问题是你有航母去，你的风险就比较大，因为航母是5000人。如果他有的是东风的反舰飞弹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就没了。是因为苏联制的那个是老式的反舰飞弹。那中国大陆现在发展的所有的反舰飞弹都是针对你的美国的装，你看93它的展示所有的军品呢，都是同样等级要胜你一筹。你5代机，我是6代机拿给你看，对不对？那我的反舰飞弹比你多，我的反舰飞弹航程比你远，比你新，所以有时候台湾的老百姓有时候，哎呀，你看什么什么，我说福建舰跟台湾没关系，他根本不是对你的，他在外围做锯子的，没错。所以问题我们要面对的是廉价的火箭炮、无人机，对不对？一样，委内瑞拉这个案子大家有的看，我的猜测是杀鸡儆猴，不让中南美洲被中国大陆挖走，因为中国大陆又在盖前开港，又在搞里面古巴的路啊，这个巴西的路。所以这个他就感觉到整个中南美洲这个经济地盘被中国挖走，所以必须选一个杀鸡儆猴。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请谢大使。牛腿上的一根。你知道川普啊，他很喜欢金色，他有时候开放他在这个纽约的川普大楼的他顶楼他自己的私人住宅啊，人家进去看到说哈，他的那个卧室里面啊，全部是金的，连那个墙壁都是金的，
然后呢，他也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现代风格的。他那个卧室里面全部是这种法国皇宫里面那种家具，哎，所以这个人呢、有很强的称王的这种欲望，哎，想做皇帝的那个欲望很强。那说实话，白宫不是他的住家，白宫是他的宿舍。对，叫我们现在以前我们在台湾，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外管啊，我们还称官舍。后来呢？后来说这个名字太官僚了，我们要改成宿舍。所以白宫是川普的宿舍。对。那说实话，你去的话，你对床垫不满意，你觉得别人睡过，你换个床垫就可以。家具最好不要乱换，官不修雅。然后这个每一个钱都是民脂民膏，结果他把那个几近是古迹的东厅啊，全部拆掉了。然后现在呢要修这个，你看，所以人家就说，川普最想见的是金宫，美国人都很清楚，他已经把他的这个白宫的办公室啊，你看过去他现在有时候接见客人后面那个墙啊，已经搞得那个金色的花纹，俗不可耐，哎。他这个人啊，把他自己的风格啊带到一个公家的建筑里来啊。像我们在这个政府服务久的人，这种人就是很怎么讲呢？好大喜功，华而不实。那你看他的作风是不是这样？也确实是这样。而且更不要说，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正在快速拉大。美国每一个城市，现在你去看街头上都是有那些帐篷族。以前洛杉矶何等风光啊！洛杉矶是美国最富的一个城市之一啊，现在洛杉矶人交托地区全部是什么帐篷族啊？那他视而不见。他最近他常常很高兴的说：“你看治安治理的多好。”对，哎，华盛顿，你看啊，现在我的同仁看到我都跟我感谢说什么？我现在可以走路来上班。哇，我觉得美国的总统如果他的政绩是说他可以让他的同事走路来上班的话，那谁都是，那很好干。那要你这个总统干嘛？对不对？他政府就不敢搬到旧金山，也不敢那洛杉矶，也不敢芝加哥。对啊，你走路看看。而且他基本上就跟你这个家里附近好了，我可能这个形容不是很讲，有一大堆好了落叶好了。你不是把落叶解决，你是把落叶扫到另外一个院子里去。是，你这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觉得美国啊，真的这个国家就有国运，碰到有这样子的总统啊，美国还需要敌人干嘛？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继续讨论。你知道他最喜欢的意思。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最后请文琪。应该这样讲，看到一个所谓号称山巅之城的美国会走到川普这样，我觉得就上帝欲毁灭一个人，必先使其疯狂。我看到了川普就这样，所以当你看到他现在的所谓的要把白宫的东厢弄成一个9万平方英尺的总统舞厅，你不要说他疯了，他真的傻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很可怜，尤其他刚刚像我们介大使讲的，他要弄成黄金。突然间我又想到了唐日荣，我们那个年代的，记不记得？什么都要黄金，可是马桶，可是我跟大家报告，我们的西泽彭霍费尔讲过一句话：愚蠢比这个所谓的邪恶更可怕，因为邪恶可以预防，可以防堵，但愚蠢没有办法。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川普，我觉得典型的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至于美国的网友，我要奉劝他们应该比照一下从容容，游刃有余。其实可以哭手一下。